怎么样，一定要确保物资给我安全的运出去，听见了没有？啊，听见了没？队长，敌人的炮兵已经发现我们了，现在必须马上转移。队长，快走吧！队长，快！ 1933年，红军经历多次血战，终于占领闽赣交界的邵武地区，并在此建立了比较稳固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各级政权。但以金坑为主的部分地区，濒临苏区与国民党统治的边界，斗争形势依然异常复杂。营长，都走了30里山路了，咱们休息会儿吧。 继续进。营长，你伤还刚好，医生说不适合长途跋涉。走吧，多少层的路跑，咱们就休息。不过，天黑之前务必要赶到金坑。是。 老妹，营长，你能叫我全名吗？好，李桃妹同志，那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金坑的情况啊？是。金坑，隶属于东方县，顾名思义，自古以来以产金闻名。东方县占地面积2800平方公里，县主席叫温大载。我们这次去就是找这个人报道。那说到金坑呢，就不能不提擂茶。 就是高山上的野生茶叶，把它擂成茶汁或者磨成茶粉，再拌上大米、花生、金银花、红参这些辅料。如果你喜欢，可以放点咸盐、白糖这些东西。哎呀，那个味道简直绝了！营长，如果到了金坑，我可以带你尝尝。你除了吃，还知道点什么？金坑到处是美女，我姐姐就特别漂亮。 他现在是红军医院的医生，我们要是有什么事儿，可以去问他。你们家是不是只剩你和你姐姐了？是。营长，我把我姐姐介绍给你吧，你保准能相中。注意你的言辞。站住！你们是什么人？ 小同志，我们是上级派到这儿工作的，让我们过去。郑杰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虎，表现不错。刘站长今天这样风风火火的过去，一定有什么事儿了。说不定，平时刘站长来这里都要喝碗茶，今天好像有些奇怪啊。老板娘，多给放点盐呐，不然身上成天都是软的，没得力气啊。哎呀，我看你啊，不是盐吃的少了，只是觉得屋里人没老板娘漂亮。哟，有擂茶喝，都堵不住你们两个这张嘴啊！好便宜得看看门的喽。信不信？我找人给你们俩松松筋骨啊！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小先生，他们是外地来的，卖竹器的，他们开个玩笑，别介意啊。阿朵，他们没有为难你吧？惠国，你得叫我嫂子。哎，二位同志，
进来喝碗擂茶歇歇脚吧。谢谢大姐，我们还要赶到县政府报到，就先不喝了。我这就是县政府。看前面有人站岗的地方，就是县政府。那温主席没事儿也常来我这儿喝茶呢。二位里边请。不用了，还是等我们出来再说吧。谢谢了。营长，尝尝吧。李桃妹，你到这儿来，到底是工作的，是来革命的，还是来喝茶的？他们穿着红军的军装，怎么带着绿色的领章啊？神气什么呀？带什么领章也是2个泥腿子。我看你好像对劳动人民的误解很深呢。你们想怎么样？你们最好打听打听我爹是谁。我们不想怎么样，也不想知道你爹是谁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脚下这片土地是属于劳动者的，将来有一天，全国的土地也都将属于劳动人民。如果你不想生活在这片土地，你咋不上天呢？韦家少爷，伙计不小啊，喝碗擂茶，去去火。这是咋了？回国。大姐，打搅了。哦，没事儿。您就是上级派来的洪峰同志吧？您好，我是洪峰，前来报道。我是咱们这个县的苏维埃主席温大宰。温主席您好，这是我的介绍信。啊，来，把行李卸了，喝点水。到这儿就算到家了。去了啊！来，小李，都别客气嘛。哎，坐。好，洪峰同志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县政府良才委员兵站站长刘勇同志。啊，是咱们游击队长张长球同志。一路辛苦了，喝点水吧。啊。哎，这个我跟你说啊，他俩都是我从群众中选择出来的，有着浓厚的革命友谊，跟我多年了。这是上级派到咱们这专门配合咱们工作的洪峰同志。你们好。哎，你好。两位同志不用那么拘谨，坐吧。哎，嘿嘿嘿。哎，抢着的给你。豆豆，你叫我二叔，我就给你玩。二叔。哎，真乖。慧国，来，这2包茶给老爷子拿回去。我又没说我要回去，那个家我也不想待了。那你这孩子，豆豆，那你不在广州好好读书，跑回金坑来干什么？我回来干什么？你不知道啊？惠国，徽忠已经走了，你可不能再有什么3长2短，不然你这是让威家绝后啊！听我一句劝，算了。啊！正因为我哥死了，所以我才不能让他白死。老爷子是不会同意的。我会想办法的。你这疯了！走。阿朵。洪同志，实不相瞒，还真出了一些状况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咱们苏区的物资一直很紧张，所以上级拨款，要求我们跟白区的走私商人进行一笔交易，希望能换回一些种子、药品和试验。老板，这200块袁大头和这4条大黄鱼可是硬通货，没一厘钱。
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和咱们红军战士的生命，千万不可有任何闪失啊！我一定完成任务。那天回来以后，我就把钱交给了刘勇，让他赶快安排到白区找商人交易。在交易的路上，背着钱款的温会计突然失踪了，他们俩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他的踪影。我怀疑，这个温会计很可能带着钱款投敌了。其实全都是我的错。温世杰是我们兵站的会计，我看他平时一贯是忠厚老实的，就大意了。没想到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出了岔子。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分。你接受什么处分？要我说，这事儿不怪老刘，更不怪大宰哥，这事儿都怪我。昨晚去的10来个人都是我带过去的，10来个人硬是没把一个人给看住，是我没用，我愿意接受处罚，是我的错。你们俩别说了，一切责任由我承担。处分你们，能找回来那些救命钱吗？温主席啊，我看天还没黑，让刘站长和张队长带我再去事发地点看一看，没问题吧？好的，一切都听你的。好，走。慢点。先这样，再这样。站住！路条。小虎，我们去执行任务，让开。要什么路条啊？没看见我跟你刘勇叔叔在这儿吗？小虎在执行他自己的任务，有什么错吗？路条。小虎，好样的啊！路条给你。这2位同志是？这位是上级派来的洪峰同志和他的助手。洪峰同志，这位是我们县裁判部的裁判委员刘法荣同志。你好，洪峰同志。郑队长，时间不早了，你队伍赶紧跑步出发。是。跑步前进。是。快点。哎，刘大哥。哎，这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，没什么事，你不用管，你先回去吧。上级的指示已经说了，所有的案件我们裁判部可都是要参加的。啊，那我先去了。哎，小虎啊，回家吃饭吧啊。等等，你们看看，这是不是你们昨天留下的痕迹啊？是的。李堂妹，到，你配合张队长，沿着这些脚印往前搜索，记住，重点搜索那些落单的脚印，千万不要把这脚印给踩坏了。是，去吧。刘站长，麻烦你把温世杰的身高、体重，还有相貌特征，对了，还有他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，你都告诉我。温世杰的身高，他跟我们大概差不多高，但是他比我们胖好多。以前他跟这个温大仔他们哥俩都是干货郎工作的，所以他平时生活当中有时会弓着背，有这么个习惯。温大仔和温世杰是兄弟吗？是。但不是那个亲兄弟那种，他们是来自同一个村子，属于族亲的兄弟。还有这层关系。洪峰同志，过来一下。来了。这不是温世杰的脚印。队长，这还有一组。不是，不对，不够深，也不是。
孟队长，你是不是想告诉我，这温世杰是水牛编的？营长，看这儿。温世杰应该是往那个方向跑。温世杰身高体壮，所以他的脚比常人大一些。他又背着重物，所以脚印会比别人更深。他又做过多年的货郎，经常挑着担子走路，而且眼神又不好，所以他的脚步小、碎，前脚掌着力的。不对，这个方向是回金坑的方向。李堂妹，到。你拿了我的证件，赶紧回村，召集村里所有的游击队、儿童团，不用通过温主席，立刻把村子戒严，任何人也不能出入。是。哎，我带他回去吧，这黑灯瞎火的，别走丢了。行。洪峰同志，你就这样叫人把村子戒严起来，会引起恐慌的。恐慌？我问你，白狗子扫荡的时候恐慌不恐慌？哎，你这个同志，你就不能听一下别人的意见吗？就算你是裁判，也得等我把人抓到了，你才能审个事。哎，你小六，得罪了上级派来的同志啊，我会有好结果的。我是跟着毛委员一起参加秋收起义的，光明磊落，我怕他断我自由。温主席，下午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，温世杰是你的同族胞弟？那洪峰同志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们温主席是特别的公正无私，就算是胞弟，他也仅仅让他在兵站当一个小小的会计，一直都没有提拔。没错，这件事我可以替老温保证。我在问温主席。你们坐下。洪峰同志，别激动。下午其实我一直在考虑，要不要告诉我们这种关系。我真的怕影响你的判断。我老实告诉你吧，这温世杰虽然能力差点，可他的确是一个老实人。他要没有人支持他、胁迫他，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相信他能做出这种事儿来。好一个公正无私的温主席，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替他解释？不，营长，怎么了？别过来！告诉我医院在哪儿？快带他去，带他去！走，我带你们走。曹巍，营长醒了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东方县红军医院。我昏迷了多久？1夜。累坏了吧？去歇会儿吧。没事儿，这1夜都是我姐守在这儿。啊，那回头你替我好好感谢一下李红梅同志。不客气。我鞋呢？我姐说，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。那你就把我的鞋放在柜子上，啊！胡闹！给我拿来！快点！拿起。温大仔他们人呢？温大仔一早来过，我没让他见你。他说按照你的分析，温世杰应该还在村里，他就派刘勇、张长球他们挨家挨户的搜查。他说等你醒了之后，派人通知他。营长，温大仔这个人能排除嫌疑吗？说不好。温大仔这个人城府很深，不过正因为是这样，我反而觉得不是他。你想啊，温世杰是他的同族胞弟，他不会傻到让跟他有这么亲密关系的一个人去办这些事儿吧？但是呢，现在所有的一切都仅仅是推断，
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到温世杰。大先生，没人吗？你们说这威家在咱们金坑也是说一不二的，对吧？嗯，对。咱们这硬闯也不合适。不合适。肯定不合适。小蔡，你回去跟温主席汇报一下，看看咋弄。哎，好。哎，队长，洪同志来了。张队长，洪峰同志，进展怎么样？全村都搜遍了，没找到温世杰，就剩这威家了。没人吗？按理说应该有人啊。你们最好打听打听我爹是谁，得罪了威家，就算你们是当兵的，也不会有好果子吃。威老先生，我们是红军的，我叫洪峰，有点事情是关于你儿子的。你，洪峰，你别欺人太甚了。你想找我爹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想看看你家有没有人。小先生，小先生，我们这也是执行公务，麻烦您配合一下，让我们进去搜查一下。执行公务？对，执行公务那也得有凭证，是不是？大标语写着“红军不扰民”，你们说搜查就搜查，白狗子土匪啊！归我！爹，你回来了。不得对红军同志们无礼。洪大哥，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不是跟你说了，需要好好休息。走，赶紧跟我回医院去。红梅同志，红梅同志，你看我已经好了，真的，很健康。劲儿倒是挺大的。嗯。你等一下，大先生，红妹有个不情之请，能不能让您给洪大哥把个脉，让他去您家去？好啊，洪同志，请。爹。那就谢谢魏老先生了。洪同志，您的病，老朽无能为力啊，请恕我直言，您所受之伤，伤之头颅，能保住性命，已实在不易啊。无妨，多谢魏老先生。大先生，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无礼！洪同志，我家小犬实在无礼啊，这都怪我管教不严。海涵呐，魏老先生，我相信你应该知道，苏维埃政府是人民的政府，不是过去地主老财的白狗子政府。是。洪大哥，大先生真不是坏人，咱们红军医院移到金坑，多亏了大先生，他就把药材铺里所有的药都捐给了咱们医院。这不今天上山，多亏有了大先生，才有这么多的收获。威家虽然过去是富户，但是大先生是支持革命的，他给穷人家看病只收1个铜钱作为诊金，从不收药费，地租也是最低的，别人家都是夜七店三，旱涝不管，而他家却是店七业三，旱涝免租，所以乡亲们就亲切地喊他为一声大先生。我不过是读了几本孔孟的书，知道仁者安人，智者利人的道理。我也读过贵党李先生、毛润之的书和文章啊。我知道，我是剥削阶级，理应革命，理应革命啊！哎呀，我看我爹真是老糊涂了，居然把钱给你们这些白眼狼！悔过！洪同志，我家小犬确实是不学无术，孟浪的很，你见谅。喝茶。洪峰同志，大先生，
后院有间柴房上了锁，我们的人进不去啊。其他地方都搜过了，没发现温世杰。魏老先生，不知……方便，请跟我来，来。是温世杰。叫文惠国进来。是。文惠国，进来。温会计，他怎么会死在这儿啊？你问我，我还想问你呢。你看看，这两条手帕，是不是长得一样啊？这手帕在广州街头随处可见，我当时买了3条。可这是金坑，或许我该换个方法问你，魏惠国，你觉得在这金坑，除了你，还会有谁会用这款手帕？不是，带走！我是冤枉的，爹，救我！唐梅，到。一会儿你把尸体送到红军医院，然后配合张队长，就算把魏家掘地3尺，也要把那些钱款给我找出来。是。刚才我接到了上级的指示，领导的意见是，当前形势非常严峻，敌人随时会掐断我们采购的渠道，要求你和刘法荣成立专案组，在后天天亮之前找回我们丢失的采购款。谁？文主席，张队长呢，已经派人去魏家彻底搜查了，我相信，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。怎么样？没找到？没有，我连花坛底下都找过了，确实没有。魏惠国，我不跟你废话，你最好老实告诉我，你把温世杰拐走的那些钱到底藏哪儿了？说！洪波同志，你冷静一下，有话好好说。松手！出来！走啊！坐。这个为什么会出现在温世杰尸体旁边？这手帕应该是我弄柴火的时候不小心掉的。我们家呢原来是有几个佣人，但是你们红军来了，我爹就把他们辞退了。这也倒好，现在家里的活都是我来干。
你倒是挺能狡辩的。这鞋是你的吧？那你给我解释解释。我们村里都是石板路，这鞋上的泥是哪儿来的？同志，我渴了。谢谢。喝完了？你别告诉我啊，你除了做饭，还下地干活啊？同志，这鞋确实是我的，但这鞋上的泥是我去菜地里边拔菜弄的。菜地里拔菜。魏慧国，你一个堂堂的魏家二少爷，能分得清楚什么是青菜，哪个是萝卜吗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证据，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。我希望你能够坦白从宽，最好能自己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们，你到底把温世杰拐走的那些钱藏在了哪儿？说！同志，我真的是冤枉的，这些泥真的是我去拔菜的时候弄的。前些天我爹正好赶上了风寒，他非让我去菜地里边去弄点大葱根须煮水喝。你就算我偷了别人家的葱行不行？对了，那些葱还没用完呢，就在我家厨房搁着呢。魏慧国，营长，能出来一下吗？刚才没来得及跟你说，张队长在魏家后院发现的。这是。哎呦我天！说说吧，这上面的血是怎么回事？哎呦，你为什么要把它烧了？我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同志，不瞒你说，我有痔疮，这上面的血是我自己的。你看，这裤子都已经被染成这样了，也没法穿了。我要是乱扔的话，也怕引起别人的误会，所以我就把它给烧了。干嘛？红凤，别干嘛？不要乱来！你们是红军，红军是正义之士，红军不。红凤，开门！你给他绑得牢固点，你这样是会受处分的。开门！还真有痔疮，挺严重的。你跟他喊我什么？陈六。什么意思啊？跟你说的那个一个意思。停下！李班长，你按照刚才的招式来进攻我。好。呀，哎，走，好。
虽然说啊，一力降十会，但是当你用力过猛的时候，反而会被对方找到破绽。咱们到时候对敌的时候，哎，洪峰同志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早就听说刘站长带到一手好兵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呀。哪儿？您今天怎么有空到这儿来？是不是钱财找到了？没有，所以我才来你这儿。啥意思？我想请刘站长带我到温世杰的办公室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。哎，好的，请跟我来。来，接着练。来，请进。温世杰过去呢就在这儿办公。出事之后啊，我把所有的东西啊、账本啊全都又查了一遍，没有发现什么问题。刘站长，哎，还是麻烦你把这些账本都送到我那去吧，我想好好再看看。是。那这个温世杰平时还跟什么人来往啊？啊，我倒是听别人说的啊，说近一阶段呢，温世杰老是往威家跑，但我自己没看到，我也是听人说而已。威家往哪儿走？前面左转。到底哪儿不对呢？哎，营长，你又难受了？洪峰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洪峰同志头部受过伤，里面有弹片取不出来。如果过度劳累、压力过大，或者情绪过激，都会导致他间歇性休克。休克？就是昏迷。那他多久能醒过来？还不好说。也许是今天晚上，也许过2天，但也有可能。姐，你一定想办法救救我们营长，他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。我一定会尽力的。林主席，您看，我们要不要跟上面说一下？再派一位同志过来，这不合适吧？可洪峰同志他现在的身体……刘同志，你什么意思？小李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你要对你说过的话负责任。哦，小李啊，他的意思是……我告诉你，我们营长是从鬼门关里闯过来的人，也是经过党生死考验过的人。你这个小丫头片子，凭什么这么武断的就下决定？李同志，我的意思是。洪峰同志，他现在的身体需要静养，他这次肩上的担子很重，而我们的任务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。看看去。小李，我知道你跟洪峰同志感情深厚，可我那么说也是为了他的身体着想啊。你少假惺惺，你不就是想袒护那个地主崽子吗？
我袒护地主崽子。你看我这些伤，这些伤，都是我在沙场当包身工的时候，包工头和那梦温给我留下的。咱们红军，哪个不是苦大仇深啊？只有革命，才能让咱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。你呀，也别跟我赌气了，快回去照顾洪峰同志吧。我一会儿还要跟温主席开个会，商量一下后面的对策。营长，你知道为什么每次你让我叫你洪同志，我都还是想叫你营长吗？因为在这里，没有人知道你是独立营的营长，你是他们的洪同志，却是我一个人的营长。其实我爹娘在生我的时候，特别希望我是个女孩。我娘说，万一要是个男孩，被白狗子抓去当兵怎么办？我出生的时候，桃花盛开，我爹早早的就给我起了名字，李桃妹。我娘说，男孩就男孩，还是叫李桃妹，当女孩养呗。后来，白狗子还是来了，我爹我娘拼死拼活的保护我。后来他们被白狗子抓走了。只剩下我跟我姐。后来红军来了，你们打走了白狗子，我义不容辞地扛起了枪。营长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无论如何你都要醒啊！在营里的时候，他们经常拿我的名字开玩笑，桃妹桃妹的叫。其实我挺不高兴的，只有你从来不在别人面前叫我，只是在没人的时候，桃妹儿啊，桃妹儿啊，桃妹儿啊。营长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醒了，你随便叫我绝不生气。等你醒了之后，我要带你去喝擂茶，喝10碗，不，喝100碗。你想重走啊？营长。营长，你什么时候醒的呀？就这么说，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。天都黑了，我昏迷多久了？半天了。你这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儿？没有。那就好。哎，桃妹，你知道刚才咱们去瑞家的路上，我在想什么吗？想什么？假如你是温世杰，我是魏惠国，咱俩来做一下案情还原。来，转过来。桃妹，你干嘛呢？桃妹，啊，赶紧下来，干嘛呢？这是。洪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姐，我们在做案情还原。洪大哥现在生了病，需要好好休息。我没事。那个，哦对了，温世杰的尸检结果出来了吗？哦，出来了。洪大哥，
是这样的，咱们医院的医生只在瑞金卫生医院学习了2年，只能凭着经验。行，你不用说那么多，你直接告诉我结果。直接原因是颈骨骨折，之后才被人用匕首刺穿了心脏。颈骨骨折？就是被人扭断了脖子。这按魏卫国交代的，他完全是无辜的了。他无辜？人都死到他家了，他无辜？我看这小子就是嘴硬，您把他交给我，老子立马让他交代。现在已经不是3·1年了，上级的最后决定是怎么说的？我们现在是苏维埃政府，有法律有纪律，不是谁想怎样就怎样，不然还要我这个裁判员做什么？行，都听你的。我看这任务完不成了，你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倒也未必完不成。大家的讨论我都听到了，我觉得刘同志说的对，专凭口供，依靠肉刑，肯定是要犯错误的。万一魏惠国说是你指使的，或者又说你才是主谋，甚至是温主席说你是 AP 团，你该怎么办？这俗话说得好，贼咬一口，入骨3分。到那个时候，组织上就得一个一个的来找你们调查，而你们呢，又得一个一个的去找上级解释。谁来管粮食和物资？报告主席，外面有人，快去看看吧。来吧，干什么呀？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！戴先生，您这是干嘛呢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大先生，你起来说话。哎呀，温主席啊，我教子无方，以至于他惹下了塌天大祸呀。我今天来是负荆请罪的，求求您了，求求你们了，求求老少爷们儿了，求求了！温主席，你就放过大先生吧，这几天家里没有盐，全靠大先生施舍呀。您放心吧。是啊，没有大先生，我女儿的病靠谁来治啊？是乡亲们，大家听着，今天不管出了什么事儿，我都会秉公处理的。希望大家赶快回去吧，都回去吧。谢谢温主席，谢谢温主席啊！谢了，回去吧。谢谢温主席。戴先生，哎，不管有什么事儿，咱们进去好好谈，好吧？快去。哎，温主席啊，我不知道我们家那个孽畜啊，他有没有犯错，但我知道你们一定不会平白无故的去抓的。我今天来，只有一事相求，温主席，看在咱们过去的情分上，你留他条狗命，别断了我们魏家的香火。老爷子，你听我说，现在案子还没查清楚，我真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。温大人，我知道，自古一入衙门深似海，没有不扒层皮就能出来的。只要你留他条狗命，我愿意把魏家的所有财产都拿出来，捐给你们，我求求你了。大先生，你坐吧。哎呀，原来我们家这个畜生，什么体面都没有，没有。干嘛？收。使劲儿，使劲儿。
我说实话，温世杰找你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我要说，我想参加红军闹革命，你们信不信？你，我就知道你们不信。咱们如今的中国，那是深受帝国主义压迫，又受军阀官僚的盘剥，那可谓是一片黑暗呐。你们参加革命，那是为了追求翻身解放；我追求革命，那是为了追求光明。就你，还追求光明？那是当然。贵党的毛泽东同志，曾在他的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》里边说过，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、官僚、买办阶级、大地主阶级是我们的敌人，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的革命领导力量，一切半资产阶级、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。没错，我家过去算是地主，但也算不上什么大地主。我爹是开药铺的，但这些年也是深受军阀、官僚和大地主的压迫。为了追求光明的未来，我也想参加革命，这不对吗？所以你找温世杰，是想让他推荐你参加红军？对呀，温主席什么的我接触不上，张长球他粗人一个，温会计他识文断字，我们俩聊得特别投缘，我经常偷偷的把他叫到我们家来。我想参加革命，但我不能让我爹知道，他肯定会反对的。我哥当年就是这么死的。当然，我也不想从什么游击队员做起，我不是怕死啊，我是觉得我不适合上阵杀敌。那你觉得你适合干什么？我觉得我适合当干部。干部？魏回国，当红军干部那是需要经过考验的。是你想当就能当的吗？我知道，你是读过几本书，可是你说的再天花乱坠也没用。你现在还没有洗脱嫌疑，而且你交代的材料上面有很多地方都是没有办法查证的。刘同志，你的说法我不敢苟同。我平时一个人吃饭、读书、睡觉、上厕所，你让我拿什么去证明？如果你们真觉得地主崽子该杀，那你们随便好了。反正革命总是暴力的，杀我一个，冤死我，算我倒霉。魏会国。刘同志，那个，跟我出来去。这个魏会国，刘同志，你先冷静一点。我刚才试过了，这个魏会国很可能不是杀死温会计的凶手。那手绢又怎么解释？手绢的事情我还不清楚，或许是有人栽赃吧。但是凭着魏会国的身马和力量，他是绝对不足以杀死温会计的。而且你想啊，现场没有一点点搏斗的痕迹。温会计，他怎么说也是在滨州待了那么长时间，耳濡目染，也学了一些实战技巧。魏会国，他仅仅是一个文弱书生，怎么可能杀人杀得那么干净利索呢？你能确定不是他吗？不能。但是如果真的是他的话，一定还会有别的帮凶。有眉目吗？只能重新找线索了。对了，这件事情，你可一定要保密啊！你凭什么相信我啊？直觉呗。因为我在你
睛里面看到了对革命的热情。那个，我晚上还有妇女识字班的活动，我要代表政府过去，就。我刚刚接到上级的指示，上级要求我们想尽一切办法，在后天天亮之前把交易完成。上级又批了采购款吗？上级让我们自己想办法。温主席，我有个想法。问大先生要钱。问大先生要钱？首先，我们金坑的土地革命呢比较彻底，只有威家没有被分过福彩，所以他是拿得出这个钱。其次呢，维惠国现在牵涉到命案，大先生前面不是也说了吗？他愿意拿出家里面所有的钱财，来换维惠国的一条命。这个时候啊，如果我们问他借钱，说借钱，那么他一定会给的。到时候洪峰同志一旦坐实了维惠国的案子，我们就算是到他家里面去抄他的家，也是合情合理的，也就不存在借和还的问题了。温主席，您怎么看？我坚决反对。老刘，你出的什么馊主意？大先生虽然是富户，可他帮助过我们，拿他的儿子威胁去要钱，这和白匪有什么区别？绑票吗？要按照你的说法去做。这群众对我们什么看法？我也仅仅是提一下我的想法，最终还是由您来做决定。这事儿你就别管了，你听着，你跟老张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必须谈成。至于钱的事儿嘛，我自己想办法吧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去吧。我还以为什么好主意，现在是胡闹。温主席，钱款的事情，你打算怎么解决啊？洪峰同志，这案子明天真的破不了吗？这……不是你，哎呦，你给我斜掉了，斜掉！你看我这斜，你看这。警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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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快救人！哎呦，快抓！大先生。幸亏子弹只擦伤他胳膊的外皮，没有伤着关键的地方。我给他缝了几针，都处理好了。好，辛苦你了。应该的。洪同志，张队长，你怎么没跟刘站长一起去黄浦关啊？别提了，本来要跟老刘一块去的，结果这黑灯瞎火的也看不清楚路，脚下踩了个石头，把脚给崴了。老刘看我这也走不了远路，自己带人先过去了。哎，大先生怎么样了？啊，没有生命危险。哎，你的腿怎么样了？过来，我给你看看。不用看了，我得先走了。真的不用看了？不用。那你慢点啊。张长秋身上有酒气。照你这意思，威惠国大老远的从广州跑回来，就是因为这个雷茶馆的阿朵。
而且我在十字班见到阿朵了。婚姻自主，婚姻自主，婚姻自由，婚姻自由。好了，大家今天就先学到这，回家吧。刘同志，苏维埃真的可以让女人想嫁谁就嫁谁吗？阿朵，我就是裁判员。要是有人阻碍婚姻自由，你就来找我，我替你做主。哎，你是不是想再嫁了？不是我，是我娘家一个堂姐。他说的就是他自己。对。可是我又不好揭穿他，怕打草惊蛇。有群众向我反映，这个魏惠国经常去阿朵的擂茶馆喝茶，并且也确实有追求阿朵的意思。可是你也知道，这个阿朵是魏惠国的嫂子，要是他们俩真的有什么，也不会公开出来。报告，进来。擂茶店的老板来了，说是要见刘裁判。阿朵，这样，你跟他好好聊聊，我回避一下。嗯。你是说，这金条是魏惠国亲手交给你的？嗯。他找过我，说要娶我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哪有嫂子嫁给小叔子的呀？家里人是不会同意的。他说他要带我去广州，我开玩笑问他，去广州可怎么活呀？他什么都没说，就把这金条给拿了。阿朵，他真的是主动跟你们交代的。刘同志，麻烦你去把阿朵找来，跟他当面对质。算了，我认了。你认了，那你就好好给我说一说，你是怎么指使温世杰盗走钱款，又是怎么杀害的他？你说，你那么喜欢一个人，那么信任一个人，你可以为他做任何事情，甚至可以为他抛弃家庭和亲人，可到头来，他却把你当傻子。你们说说，这是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魏惠国就是一个瞎子，傻子。魏惠国，你别跟我扯这个没用的。既然你说你认了，那你告诉我，剩下的金条和银元在哪儿？他不就是想让我死吗？好，从现在起，我不会说一句话，一个字。你们枪毙我好了。
魏卫国，我知道，你根本不可能一个人杀死温世杰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的同伙在哪儿？剩下那些钱款，到底在哪儿？人呢？儿子，儿子，大先生，魏卫国，你干什么？你们还救我干嘛呀？反正你们早晚都得杀我，还不如让我自己死了。白回国，现在可还没定你的罪呢，你就这么要死要活的？那温世杰到底是不是你杀的？不是，但这又怎么说得清呢？连阿朵他……你这个废物啊！人若无志，与禽兽同类，你居然为了一个女人，你作孽！魏老先生，魏卫国，你说实话，你给阿朵的那根金条，到底是哪儿来的？说呀！爹，儿子再混蛋，我也不会去杀人呐。那根金条确实是我给阿朵的，但那根本就不是红军的。那是谁的？魏老先生，我在。这些金条都是你一次性买回来的吧？是。所以说，上面的编号应该是连着的。是。谁？可这里边唯独缺少987号金条，而阿朵拿来这一根是469，跟这些根本就不连着。魏卫国，你确实给了阿朵一根金条是吗？对啊，我当时确实给了阿朵一根金条，但我当时没有注意上面的编号。看好他们，唐妹，跟我走。是。有人吗？营长。谁看我笔了？温主席，我知道现在政府有困难，所以我都想好了，把这些钱都拿出来捐给你们。你当真啊？当真，当真。哎呀，身外之物，身外之物啊！那不如捐给你们，你们拿去还能做点好事。既然你这么说的话，
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大院长，你看出了这么多事儿，你还这么深明大义的话，真不知让我怎么感谢您了。哎呦，瞧您说的，温主席啊！哎呀，您借钱呢也是为了我们老百姓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就是温大宰吧？啊，这是我的证件，有件事情需要你回去跟我调查一下。哦，我这还有工作呢。这个事情你不用管了，上级我安排。带走。是。哎，不是你干什么？连长，他们到。洪峰同志，洪峰同志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为什么抓到大宰哥？二位先坐。做什么做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娘亲老子我都可以不认。一个大宰哥，一个刘颖师弟，我可以拿脑袋来担保。你担保？我问你，老温去没去过阿朵的擂茶馆？去过。温世杰，是不是他的胞弟？是他胞弟啊，可是为什么他？什么呀？我知道你们俩都是跟着老温一起参加革命的，但是，他是他，你们是你们。现在不是你们讲义气的时候。那晚上和白区那边的交易，还按原计划进行吗？任务继续，而且必须完成。刘站长，钱呢都在这儿了，一切就拜托你了。保证完成任务。那我们去准备了。张队长，你腿脚不方便，就先不用去了。已经好多了。那边有陈连长和刘站长他们，就不劳烦你了。而且，上级有些事情，需要你配合调查一下。来，等一下，陈连长，对面就是白区了，咱们大家先在这儿等着啊。哎，陈连长，交易款呢全都在这个背篓里面，你一定要看好了啊。等会儿呢，我先到白区那边跟他们谈，万一出什么意外情况，哪怕就是我牺牲了，也必须看好这个背篓，要务必确保任务最终能够完成啊。没问题。等会儿我到白区那边呢，我先去跟他们谈一谈。如果一切平顺的话，我拿火把给你打信号，然后你再拿着背篓，让其他同志一块儿过来。刘站长，哎，你等等，有个人要见你。就这个时候还谁要见我？刘勇还没来，会不会出事了？必须的，局长还给这个刘勇记功呢。那边有话，什么意思？别动！谁？要你命的人。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大宰哥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没什么。洪峰同志，刘勇，什么意思？你听我解释。那个，大哥，洪峰同志，兵不厌诈，敌人一定会以为背篓里面才是钱财，但是我藏在身上，这也是为了安全。眼熟吗？是阿朵给我们的信，上面的编号469、470、471。报告。
该走。走，走。老温，那我就先带他们回去了。回去吧。哦，白区地下党就要到了，我等他们把交易做完，就把物资运回去。好，那祝你一切顺利。原来温大仔被带走，全都是你设计好的。不然呢？不然怎么能让智勇双全的刘站长就范呢？刘勇，你那天明明可以跟温世杰一起逃跑到白区去，你为什么没有走？不是说好必须和孩子一起走的吗？你怎么又改主意了？我都答应你了，只不过还是得咱们俩先走，回头啊，我再想办法派人来接孩子。我走了，阿朵怎么办？她一个女人家，没缘没由的，肯定是走不出黄土关的。你倒是挺重感情。当初我受伤的时候，她救过我的命，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对她有点儿。不对吧，刘站长？你更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你笃定了温主席还会再次筹款，让你去交易，所以你想故技重施，再干他一票。所以他才建议温主席去找大先生要钱。那你为什么要选择在魏家柴房杀人？那个魏惠国不是好东西，一天到晚往阿朵那儿跑，我就是想让他吃吃苦头。所以你就伪造了温世杰被匕首刺死的假象，然后从阿朵那儿拿了魏惠国的手帕扔在柴房。那个手绢倒真不是我扔的，兴许还真是他去抱柴火的时候可能被剐掉的，还怎么着？你看见我们迟迟没有给魏惠国定罪，所以你就绑走了威德考，让我们以为他是逃跑了，然后再逼着威德考交出钱财。那天晚上，你先是灌醉了张长球，然后又借机支走了2个游击队员，赶到了威家。可是不好意思啊，你万万没有想到，我和桃妹会在那里，打乱了你的计划，对吧？人算不如天算。其实啊，我真没想到的倒不是这个，我真没想到，最终坏我事儿的，反而是阿朵。这个金条是魏惠国给你的。嗯。你听我说。不行不行，大勇，惠国可是我亲小叔子，咱可不能这么干呀！阿朵，我会对你好的，你只有用这个办法，我们还有孩子，才有可能脱身呢。可是，你更没有想到的是，因为你之前把所有钱款放在阿朵那里，而阿朵又不知道金条上有编号，所以他情急之下交错了金条，这也就引出了魏家藏在葵花地里的钱。我去方便一下。所以你就绑架了阿朵，栽赃给温大仔，同时，你又用阿朵的孩子来要挟他，逼着他交出了那些钱。我问你，阿朵和她女儿现在被你关在哪儿？全都在兵站的仓库里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到我头上的？其实啊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究竟是什么人，能够这么干净利索的把温世杰给杀了？后来嘛，我终于想通了，能够那么干净利落的杀死温世杰的人，
一定要具备2个条件：第一，他和温世杰熟识，这样温世杰才能疏于戒备；第二，这个人一定要身手敏捷，出手狠辣。在金坑这个地方，能够同时具备这2点的，除了你刘站长，还有谁呢？刘勇，不管怎么讲，温世杰是你的手下，温主席是你参加革命的领路人，阿斗更是对你有恩。你栽赃、囚禁，甚至不惜杀了他们，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啊？人性，人性就是想活着。我是从战场上捡了一条命回来的。当时我半死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如果就这样死了，图啥呀？图啥？就图家里面插一面烈士军属的旗子吗？我看对面白区像我这样带兵的，就可以花天酒地。我也想过过好日子。这就是人性。凭啥？凭啥就该找我？非要去为别人而牺牲呢？谁不是从战场上捡了一条命回来？我告诉你，你就不配谈牺牲。刘勇，你记住了，我们革命是为了更多的穷苦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，是为了我们子孙后代，是为了我们自己不再受别人欺负。而你，就只配接受法律的审判和人民的唾弃。永远。同志们、乡亲们，现在我宣布，现根据《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》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有关规定，判处刘勇死刑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立即执行。洪大哥，李红梅同志，有什么吩咐？洪大哥，洪峰同志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我这傻弟弟，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。你也走啊？啊？去哪儿啊？保密。你呢？保密。那看来我们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了。一定会的。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一起在这里工作过。是啊，金坑真是个好地方，名字也好。真正的革命者在这里督练成金，而那些投机分子和意志薄弱的自私者，则像泥沙一样，在这里被风浪所洗涤干净。吴卫国，到。你看，刘同志，请吧。请。